在俄罗斯边境竟然包裹着一个中国村庄，这是中俄最拧巴的交界处。边境线旁住着很多俄罗斯族。咱俩地道的东北人。俄罗斯那边发展怎么样？那地方可穷了的，不像城市样。那中国的生活你哪比的？住这儿竟然还给发钱，边亩3000多块吧一月，一家3口1年快1万块哦。对。这次我们沿着中俄边境自驾300多公里，看看这里的俄罗斯族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我们在汛克县的俄罗斯族第一村，这里生活着非常多的俄罗斯族，他们有着俄罗斯人的长相，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腔。我太好奇了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村子临江而建，对面就是俄罗斯。村子中间有一条主路，两边的建筑带些俄式风格。村子的中心广场有俄餐厅和博物馆。超级大的蛋，我发现这边套娃画的挺好看的嘿，你看这个大眼睛。这是俄罗斯村发展史的博物馆，这里展示了56个民族中俄罗斯族在这里的生活。那您祖上是来到这边的俄罗斯人吗？奶奶是俄罗斯人，哦，爷爷是闯关东过来的，这个村都归我管理。村长，这边俄罗斯族还有会说俄语的吗？没有了，会说都是90岁以上人。怎么来这边定居的呢？但是中途有好地方走，路下边就是江门，过去就是都到俄罗斯。这边房子建的挺有特色的，那个都是国家打造的，外立面建的，房子是个本人的。咱这边有哪些地方可以参观这个俄罗斯族家庭的？这家都行。我住在这里，发现这个房子在这个村里好看的很突出。你看它建的特别有细节，然后包括它的那些装饰都很特别。您就是俄罗斯族是吗？对，那屋那个正经俄罗斯人。金碧辉煌。我奶奶是纯俄罗斯，姥姥是纯俄罗斯，我特别会学的。那个爷爷搁这边过去，搁那时间长了，就互相就产生那个感情了吧。因为爱情，他们来到了中国生活。难怪你长得这么像俄罗斯人。年轻时候应该很帅啊，是吧？年轻时是挺帅。像蓝宝石的眼睛，很漂亮。那您这个头发是本身就是卷的吗？啊，对。啊，这种感觉好特别。我的眼睛告诉我这是一个俄罗斯人，我的耳朵告诉我这是一个东北人，然后这是俄罗斯族。地道的东北人。太有趣了。您从小就在这生活？对。然后一直到现在？我在这生的。您今年多少啊？我今年62了。我看不出来，这很年轻。那您还会说俄语吗？简单的说有点忘不起来了。大拉斯基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面包。我从小就吃面包长大的，就从来不愿吃饭。我媳妇就焖大米饭，我们都愁死我，那锅就完了。真的土豆泥也行，那个生的那个鱼子啊，或者鱼肉什么的，我都喜欢吃。他们可愿意跳舞。哇，果然56个民族，55个民族能歌善舞。我看这边离对面不是很近嘛，那当时老一辈俄罗斯人没有回俄罗斯那边吗？二战以后，那俄罗斯男人都快打没了嘛，他这边来都是女人过来的。战争以后，他们都没法生活了。那这个俄罗斯那时候非常穷，非常穷。就俄罗斯对面您去的城市都布拉维申斯都一样，那地方可穷了的，不像城市样，看不懂发展。对面有一个那个大楼，那大楼是个面粉楼，你瞅着好像还挺好，挺气魄的一个大楼，还挺壮观啊。到你看一瞅，哎呀，那破破烂烂，大门都里倒歪斜的。你到俄罗斯你去看那小木屋，你开门进屋就一张床，我啥都没有，就有个盘子碗就能做饭。他们那块儿吧，那人好像特别懒，和咱汉人不一样，汉人没黑没白的干活，那就是闲就吃。像这一个村里头好像有多少个贫穷户啥的，一人一瓶牛奶，一人一个面包，然后一天还不让俄罗斯呢。你要想喝酒吧，去打工去挣钱，想法自己找钱花。等着天天还喝酒造成一身病，他也不是想死，他就那种生活。俄罗斯吧就行，你像咱这，你到了哈尔滨啥这个咱家呢，反正楼房那街道整齐干净，飞跃发展的。中国的生活你还有法比哪比？就像我这种条件的，看是没什么钱，他生活也抢了这块的那个房子，然后国家给我装修的，这屋子全是国家装修的，装的真不错。就打到那个俄罗斯民族村嘛，一户能有多少地？20多亩地。1亩地是660平，哇，那好大呀！那你在俄罗斯待挺久啊？待好几年那个呢。也是工作是吗？对，过关的时候咱家那个两锅茶呀，当成间谍了嘛，就是个谜好像是家，天天盘问你。中国海关这边也很疑惑，哎，怎么俄罗斯人是中国护照，然后俄罗斯海关也疑惑，怎么俄罗斯人中国护照？哎，对，非常感谢啊。身体健康。嗨。看这个村子的路啊，都很特别。这有一个罗西亚餐厅，这是一个木头房，这个小木屋整得还挺好看啊。彩蛋造型的牙签盒，这种就是非常俄式风情的装修了。俄罗斯人的一个传统就是你进餐厅必须要脱外套，所以餐厅标配一个衣裳架，他们怕你从衣服里面偷出一把枪。这一份是28。味道还可以，很浓郁的。
哇，看着相当浓郁啊！还有一个生的鸡蛋，一口下去非常甜，炼乳的味道。哇，这边俄罗斯大烤串肉量是真足啊！这一串是28，烤的不错啊，外面是焦焦的，里面呢是有汁水，一口下去汁水四溢。2个人一共花了84。这个村子可真是不一样，我走在路上看到的面孔都是俄罗斯的面孔，很神奇的感觉。它的瞳孔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啊，这就是刚才那位大叔说的，他们都会种玉米，然后好多亩地，这片地就是他们的地了。当时我在那个逊克县的村子啊，我看这村子这么小，就一条街道。那你说这边小孩上学啊怎么办呢？也没个医院，也没个学校。原来逊克县其实很大的，那只是它的一个村子。我们现在在逊克县的主城区，就光这里我就看到3所学校。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？就对面俄罗斯啊，真的是一片荒地啊。对。然后我们这里的城市呢，就建设的其实很完善。对。怪不得这个俄罗斯族啊，一提到中国都是满满的自豪啊。无需多言，你只需要站到高处看一下这座城市。现在我们离开逊克县，前往地图上打结的地方。逊克县这条路真的非常的难走，车在路上就像船在水里乘风破浪。因为这里属于冻土区，到了冬天，路面里的水会结冰膨胀，到了春天化开后，路面的裂缝就会变得很大，进入更多的水，因此路面就会十分脆弱易坏。路途中会看到黑河市的胡焕庸县纪念碑，快看，这条地理分界线在生活中竟然真的存在。胡焕庸县是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，大致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。这条线的东南侧人口密集，占全国人口90%以上，西北侧人口稀疏，占比很少。现在这条线仍然准得可怕，往西北侧开，的确感觉村子都变少了，甚至有些路段手机信号都会消失，只有一望无际的林海，房车就像是一叶扁舟，置身其中。全师傅开了漫游，导致在这边连到了俄罗斯的网，他已经要交30块钱一天了。这条路晚上就没什么车了，但是有超级多的虫子往车上面飞。开车开不动了，这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哎呦，这怎么2个碑？啥碑呀？哦，边境管理区啊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冒犯了哪位先人呢。小白胖休息模式启动，用挡风帘把前面的车灯都挡住。现在车里面呢是24.8度，东北这边就是昼夜温差贼大，白天30多度，晚上才10多度。越往打结那块走啊，这里也有很多俄罗斯风情村。这个地图上打结的地方是一个景区啊，它是80里大湾风景旅游区。这个上面有个高点，可以从高点俯视下面的江面，就能看到地图上看到那个很神奇的拐角了。这有一根5米的自拍杆，可以代替无人机视角。这上面有非常多的马蜂，来这边玩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它绕着你飞，很危险。这个地方在边境线啊，属于很偏的一个景区，它居然有免费 WiFi。我们沿着山林小路来到这个塔，这个塔的顶部呢就可以俯瞰这里的风光了。从这看就可以看到很明显被包裹着这个山林，看地图像一个很抽象的太极，实景也很像。上来一看，这个地方好圆啊，很圆润啊。站在这里，你就能看到中国界江第一湾80里大湾，对面可以零星看到一些俄罗斯村落。这里是大兴安岭呼马县，黑龙江因地形在这里打了个结，本来顺江直行距离仅100米，但因为这里打了结，竟然需要多绕行80华里。这边居然有29度，这已经到了中国最边的地方了。这是当地的桦树汁啊。对，老板超好，请我们喝桦树汁。哦，你们自己采啊？从桦树上打个孔，然后它慢慢就流下来了。干一个。对。超市那个都是加添加剂的，它会保温很长时间。哦，有点淡淡的甜味儿。上去看完了江景，下来吃一份冷面，不错，酸酸甜甜的。您是这边村民吗？对，村民。这个村子现在有多少人？70多人。那它有学校什么的吗？没有。那孩子上学是在哪上学？外地的，我是退伍回来。然后这边负责消防什么都是您在负责。啊，挺辛苦。这个村子它是属于被俄罗斯边境线给包住了是吗？两边那个都是俄罗斯。那你是1年4季都在这吗？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就不在。啊，大雪封山，就这边就没有什么人了。那村民还在这里生活吗？冬天的时候？村民也很少了。因为孩子在外地那个就读，你都得陪孩子去。那他们夏天的时候就在这里面种地，然后秋收，冬天就去别的地方生活，对夏天再来。我看像咱们这个村子呀，就是人挺少，但是它路啊，还有这个基建呀，包括这个5G 信号塔呀，都修的挺完善的，挺好。对，咱发展的比较快。啊，这里有边防的那种补贴吗？有边补。那住在这里的居民1年能拿多少钱？边补3000多块吧，一月。一家3口1年快1万块哦。对。啊，那也还不错。冬天有多冷啊？这边？将近50度，最冷的是46、7度。太冷了。这边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。那肯定是啊，现在这个农村现在都奔城市啊，而且孩子从小就在城市那个
上学啊，他就觉得这里可能渴望城市。这个地区太艰苦，冬天太冷，太冷夏天还得种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啊，所以年轻人考上大学就都走了。对，肯定是不在这地方发展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往这个打劫的地方再开一开，真的很有意思。这里面是一个村庄，旁边就是俄罗斯，这是江湾村。我们从这里进来，到了这个口袋的底部，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有5G 的基站，还有村通，把路都修得很通畅。这边过去呢就是俄罗斯了，这还有一个江边码头，这边在施工修这个广场，这边是边境管理区，这还有这个村的村规，这个村子的尽头是一个码头，对面就是俄罗斯了。我们在这个边界线里面都能看到电商服务站，虽然这个村子已经很深了，但是它这个路修的也还是很好的。路呢有很多俄罗斯族村，这里很多套娃。你在干嘛？假装套娃吗？呆2个套娃。这边山林里有熊。我们这一路沿着边境线过来啊，发现了很多的俄罗斯族村。因为这个中俄边界线非常的长，有4000多公里，一直呢从吉林省到黑龙江，再到内蒙古，而且这个边境线呢也非常的近，最短呢只有700米。这一路过来呢，发现这些村庄发展都不错，又增长了很多新的知识。天然不改，历史长流，关注我，一起开始有趣的各种生活。